这个礼拜哈，牧师坐在前面都从头到尾一直都非常的感动哈。那可能昨天我们长职哈开了这个年度的计划的会议，那牧师有提到哈，我们嘉旺教会我们的意向宣言就是家家比家光比家因为我们是家光那这个有台语、国语插在一起但是昨天跟长职也在讨论，到底什么是家，什么是光那我们的教会要如何成为一个家，成为一个光那在我们的核心价值里面，包括我们是要全心的来爱主然后我们彼此来成全然后呢能够带来我们从里面到外面的改变所以在今天敬拜我就觉得哇，就是因为是家人的关系，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来赞美这一位创造我们的父这是一个这么大的恩典，我们能够向主来歌唱那在这个长老的见证里面他是完全的不保留的将自己敞开在大家的面前这是不容易的因为他也是一位长老所以就看见说真的因着他火热爱主的心，神动工在他的身上他可以从里到外的改变，而且也包括这些弟兄姐妹也知道我们其实一个家庭就是这样子，我们即使有软弱，可是我们都能够真实的来面对自己的软弱也不害怕，因为在这个环境是一个彼此来帮助成全有安全感的环境所以我们不是用指责的指头来看说你怎么这样，你怎么已经是基督徒了还怎么的而是在这个当中大家用圣经有说爱来遮掩一切的过犯就为这样的人来祷告直到他经历到神得着改变，神的光就从他里面来绽放出来我想这就是我相信神要透过嘉旺教会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你只要持续的在这个家庭里面来经历来成长你会看见上帝大能的工作在你的身上来发生，阿们也因为这样光是有吸引性的，会让在黑暗当中的人他看见光就想要跟着光走，他就会进到教会来寻求真神，阿们所以我相信这是神自己要带领我们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更多奇妙的作为我们再一次将掌声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哈利路亚。好，那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现在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神带领我们嘉旺教会，真的是不是人能够做什么，而是神你一直与我们同在主啊，也求你亲自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今天的话语里面再次的领受神你的灵粮你的触摸使我们知道我们听到，而且我们能够得着这样的一个种子落在我们的心田使它能够生根成长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像你也特别帮助我们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这些初信的朋友主要也能够在信仰的里面来被神你亲自的来带领主，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好，因为今天是福音主日我想我们都会从福音的角度来分享一些信息好，那这个呢牧师要讲说最好的朋友，因为中国人有句俗话说在家靠什么父母出外嘞靠朋友所以朋友在从我们的除了我们自己原生有血缘关系的这种关系里面之外呢这个真的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所以很少人能够孤立在这个社会上单独的生存那除了这个像《鲁滨逊漂流记》这个他也是被迫对不对被迫在这孤岛上一个人活了几十年那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每一个际遇所遇见的这些人在我们的过程都是上帝预备的恩典不管是你儿时的玩伴求学时的同学工作的同事家庭的伴侣教会的弟兄姐妹或你有一些社交圈兴趣圈里面的这些伙伴朋友都是我们在这个人生旅途
上帝为我们预备的这些美好的礼物。好，那这现在呢因为我们的科技发展尤其是一些网络社群媒体那这个发展，下一张，所以呢会看到说哇，这个脸书大家都开始透过网络来交友那这个好像变成说很多人呢就越来越追求这个什么好友数按赞的数被追踪的数这个数字的数就在这个脸书上面呢发展这个社群的网络可是如果说太沉迷于在这样子的一个群体里面会发现说好像大家其实更多的这种真正的交流互动却减少了例如说你过去过生日的时候可能真的朋友会拨时间一起去吃个大餐庆祝或者是寄生日卡片给你。现在呢，就只在脸书上留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按赞这样子。就是你好像可以收到几十个、几百个生日快乐，但是又如何？就是大家其实已经变成就是说在一个表面的形式上面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报道说，其实现代人的问题就是说，好像朋友越来越多，但其实上真正里面的疏离感其实是越来越大。那这个看来好像交友很广泛，人脉很足，但是其实呢，内心是特别的空虚，还有孤独然后呢，也有研究说，沉迷在这个 Facebook 脸书的使用者，很多人其实是对生活是不满意也比较不快乐因为他在这个里面很容易会影响到心情就是有没有人帮你按赞，有没有人回应你这其实呢不是这个工具让你变得孤单，而是因为什么？你越孤单的人，其实他好像变成一种牵引他就越沉迷在这个脸书的上面那曾经1985年有一个研究问说你会跟几个朋友亲口讨论一些重要的一些议题，可能你生活的或者是周遭的你的环境、社会的那1985年的时候，大部分的人回答说有3个，就等于说真的非常的亲近的朋友，可以聊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议题。但是到了2004年的时候呢，这个调查，这应该是在美国的地方，说这个答案却是0的。就表示说呢，其实大家越来越少真的比较深入的沟通。那变成说呢，人真的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其实把这个我们刚讲到说，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跟关系，却越来越淡化。然后呢，他也继续说，如果你有一个能够为你真正带来快乐幸福的朋友，这相当于获得额外10万美元的收入。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丰富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祝福。好，所以呢，有人就在想说朋友是什么？朋友对我们来讲可以是财富因为它不是物质上不仅是物质上的，它还是什么精神上面的也是精神的意思，因为你痛苦的时候可以安慰你鼓励你无聊的时候陪你帮助你。那朋友呢也是倾听者所以有时候呢你遇到了一些相关，就是大家可能跟家庭或工作一些事情你不见得会跟家人说你可能会去跟你的朋友说，你就觉得他比较可以超然离开了，不是在这个环境当中的你会觉得比较有这个不会有这个压力。我们这个麦可以一直有一个那个回音的部分好，然后呢，另外朋友很好，谢谢。然后朋友呢他也是你的，可能是你人生的导师会给你一些鼓励你接受挑战或者是你学习的榜样也是你背后支持的力量也是你一个解闷的对象等等等等的你可以想想看，朋友对你而言是
有什么样的意义？好，但是呢，今天的圣经15章，约翰福音15章第13节，好，耶稣呢就说这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念：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好，这耶稣讲到的朋友我们看到一个说哇，为人舍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朋友能够为我们做到的舍己是什么？牧师用一个脸书的团体，他就在调查说友情度诊断，朋友可以为我牺牲到什么程度？那一位呢说，我愿意为你3天不去逛夜市。一位说，我愿意为了你看电影买大份爆米花。还有一位说，我愿意为了你看电视把遥控器都让给你。这上面刚好也都是我们教会因为有加牧师的脸书，这牧师做的都出现了这几个人好，那这是纯趣味啦好，可是呢，也在这当中看到说，其实就算是朋友为我们所舍的或者是奉献的，其实还是有某一个程度因为在世界上面一般人在追求的这些朋友交友圈可能我们教会界是还好如果跟一般的这种外面或世俗可能是为了什么？为了一些利益希望借着人脉可以来建立一些怎么或者来满足你一些的欲望那所以我们其实一般人有些人最怕就是很多朋友很久不联络，一联络找你，通常是做什么？不是直销就是保险不是说这个不好而是说变成说好像把利益放在这个关系的上面有时候真的好久没有他打给你，想到你觉得哇好开心但是呢付了这个约又发现其实你好像焦点不是因为我们的关系，而是因为要用这个关系来做一些什么事情那这个来讲的话，我想说这个变成反而好像这个关系就破坏了这个之间的信任但是在今天的经文，你看到耶稣所讲这个朋友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字眼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所以我想我们要用一个这样的角度来重新看待朋友的意义。所以呢，它不是存在一个利益的关系上面，它也是一个很属灵的字眼，代表什么？上帝对人的接纳，上帝对人的一种关系的肯定，而且这个关系是一个很熟悉的、很自在的。没有任何的虚假，是一个真诚的一个连结的关系。那耶稣讲到这个关系有一个很伟大的动作是什么？舍命。舍命。那其实呢，母爱是出于如果会为孩子而舍，是一个自然的表现，对不对？那是一个天性。但是朋友能够舍命，就是出于一个伟大的爱心。所以耶稣在说完了这个约翰福音的15章13节这一句话这么感人的话之后，短短几个小时，他就确实的去做了这样子的事情因为这个话语是在逾越节的晚餐之后，所以耶稣呢跟这些门徒讲完什么是真正的牺牲以后，就开始了这一连串的厄运。那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以后呢，就接受这些非法的刑求、审问而且在这些人的嘲讽之下呢走上十字架。那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他要为我们来诞生然后成为人，成为我们的兄弟，就是因为他要来陪伴我们走这一条人生的苦路，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而且呢来担当我们所有一切的罪，所有一切的忧患让我们的这个救我可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不再面对生命的苦和痛，不再被捆绑，而且担当我们的软弱，使我们能够从所有的死亡和刑罚当中出来，得着拯救，生命看见盼望。
所以这位朋友，他用他的生命来替代了你的生命，用你要承受所有的苦痛，全部都担负在他的身上。所以这位最好的朋友，他为了你而舍了他的生命。那第二个呢？如果今天你看到这么好的朋友，你要怎么样？你需要来真诚的来回应他。好，所以在约翰福音15章14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若遵行我的吩咐，就是我的朋友了。你看这位朋友，你看他原来的身份是谁？他是神的独生爱子，这位荣耀全能的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可以高高坐宝座上，但是怎么样？他却自己卑微到来跟我们每一个带着有罪、这么不堪的人来做朋友。我想这也是一个转换一个情景。如果今天你看到路边，你看到有这些街友或乞讨者，你能做最大的事是什么？你可能就真的掏出零钱给他，或者你带他去买食物给他吃，或者帮他找一些救助机构，让他能够有一些的安居的环境，或者是得到长期的资源。我想我们最多，甚至说好，那真的把他带到教会了，等等。但是呢，你有没有办法说，我就跟他做朋友，我就跟他坐在那里聊天，或者是陪他在那里受冻？很难，对不对？因为那个不是你的世界，甚至我们也觉得这个是一个有可能也许有带有羞愧，或者那个环境不是那么的舒适，可能比较脏乱，或者是我们觉得他身上有臭味等等。可是你要想，耶稣他成为我们的朋友，他就是在经历这样的事情。他不需要受这样的限制，他不需要受这样的痛苦，他屈就我们成为我们的朋友。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朋友，能够这样子的一位有这样身份的王，他来成为你的朋友，这是什么？我们太大的荣幸跟荣耀了。他不是看你说因为你你可以为我带来多少的利益，我跟你做朋友。也不是看你说哇，你有多聪明，你有多美多帅，我来跟你做朋友，而是怎么样？他就是单单的爱你，选择了你。在约翰福音15章，也就是这个经文的后面，接下来耶稣就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我们有什么条件被他拣选？没有任何的条件。他就是这样单单的来说，我要当你们的朋友。耶稣在这样子的一个关系里面，他表现出了他的接纳。那我们要怎么做？他没有说，因为我为你舍命，你也要为我舍命。我们的命舍，再舍了也回应不了上帝所给我们这么多的丰富。他只要我们怎么样，能够来好好的遵行他的话。如果这一些他所说的话都是这么的美好，对我们有这么大的帮助，你不遵守是你的损失。但是他说你遵守了，你就是我的朋友。因为什么？你愿意跟我意念相同，你愿意跟我的眼光相同，而且呢，也因为这样，我可以带领你的道路。我可以呢，把所有一切我为你所做的这些祝福都完全赏赐给你。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用心来经营的。如果你把它看成是一位朋友，你要来经营这个关系，你要用同等的来对待。我想我曾经有过有一次就是，之前在我以前的母会在带领青少年，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有每个月一次晚上，我们就是因为青年的礼拜是在晚上结束了之后然后呢我们就一起去，因为我们前面有那个荣兴花园、荣兴公园。那时候神就感动我们是要去那边要去传福音。那后来久了，其实也会有点疲惫。可是圣灵就光照说，如果今天你跟耶稣做朋友，你是他的 buddy，
他这个时间已经在那里了，那你应该在哪里？如果你跟你的朋友是body，你应该在哪里？我就在朋友那里。所以那时候就突然整个人的疲累就念头改变了，对，好，我怎么样，我也要去那里听我的朋友，好，所以就再一次带着所有的青少年，我们就一起再去那个公园里面再去传福音。所以你可以想想，如果今天上帝，我们用另外一种角度来想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一些角度跟你的那个心态是可以转变的。今天这个朋友对你这么有义气到这种地步，他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里？所以你用这个角度来看，他都会在哪里？他会在祷告的时候，他会在跟这些需要的人、失丧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有没有在那里？他会为了教会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需要肢体的软弱上面，他与他们同伴、同在一起。那你有没有跟着耶稣也在那里？好，所以这个是我们耶稣，我们最好的朋友，他就是要我们怎么样？我们需要义气相连。好，我们需要跟他同心同行。所以这不是只靠着我每个星期去教会一次，或者是呢，我每个月填一次服事而已，是真的。那想你的好朋友，他在哪里需要你，你在哪里回应他？阿们。第三，最好的朋友就是因为他完全表现他是一个敞开透明的。好，这经文我没有打出来，但是这经文非常重要，就是刚刚约翰福音15章15节。我们再回到我们前面经文，15章15节，我们一起来念。这经文非常重要，来一起读。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好，仆人通常怎么样？他只会做主人吩咐他做的事，他不会知道全面，或者不知道主人的用意，而且甚至他只是为了领那个工钱来的。但是朋友的关系呢？我们回到刚刚那一章，他就是怎么样？互信、互谅、互爱。甚至是闺蜜，好朋友怎样？之间没有秘密虽然最近有很不好的例子这个韩国总统被闺蜜所害但是呢，他就是站在这个基础上面就是没有秘密，挺心吐意你分享自己的感受，毫无保留。你是这样对神，所以的耶稣，他没有看他自己的身份尊贵，他对你仍然都不保留。就像刚刚经文讲，所有的事他都会来告诉你。所以这个朋友不是一个普通的字而已它是代表是一个什么亲密、很可靠的关系。那所以这个仆人，你会跟这个主人是保持距离的，但是怎样？朋友两个人是同心同行的。好，那这个如果说今天是仆人可能都要保持距离。可是今天如果是国王的朋友、总统的朋友怎么样？我可以直接进去见他的面。所以主说我们是朋友，他是把这个关系变成我们原来是仆人，在他面前是什么？恐惧、害怕。因为万一做错了怎样？上次牧师也有讲，你这个无用的仆人，你就去外面，永远不可以进来，哇，很恐怖，对不对？可是这个朋友呢，是什么？彼此有很好的交融。所以圣经里面有好几位都是我们的典范，不是因为他们特别的伟大或者是他们是因为是记在圣经里的人才可以有这样子的权利，没有，而是刚刚已经在第二节目是第二点已经说了，凡遵行我吩咐的怎样，就是我的朋友了。神没有说要旧约的那个，或者是以色列的列祖才是我的朋友。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雅各书2章23节，我们一起来念。因为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所以亚伯拉罕是
是神的朋友。那神怎么样了啦？我们念创世纪18章17节，来，耶和华说：“我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神是这么的看重这样的关系，只要你愿意来回应他，所以这个事情是亚伯拉罕他就为所多玛、俄母来代求，而且还跟上帝讨价还价，原来说我只要50个义人，我就不灭这城，但是他的外甥在里面说那40个好不好？少一点，他自己也没有信心，想里面可能真的是神可以看为义的，大概没有那么多，那上帝也说好啦，40啦。他又想不对，40可能找不到40，那30好不好？后来知道这样讨价还价到最后几个，10个耶，神可以这样子来讨价还价，为什么？因为你真的顺服他的话语去回应他，成为朋友的关系。那还有另外一位在旧约里面，就是摩西，我们念33章11节来。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然后那时候摩西就为了这些百姓代求，他们又做了什么事情？真的是应该是完全要灭绝的事。他们拜偶像造金牛犊结果呢，32节开始，摩西为他们来代求。摩西讲的话也是超直接的。这你来，我们来念一下来。耶和华，来，我们直接念那个引号。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灭绝？好，到这边，你看他用激将法。对不对？你把这些人领出来，你要是现在把我们杀了，不就正合那个埃及人的意吗？说你真是一位坏神，故意设陷阱把我们搭出来，然后就不灭。这是上帝的问题吗？请问，这是人的堕落可是摩西敢这样跟上帝祷告，然后是第13节，他其实还是回答说：上帝啊，你说过了，你开过这个支票，你要应许我们像。这个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这些人都灭掉了，你说哪里来的这些后裔班？然后我们念第14节来，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过降于他的百姓。看到没有？因为这是站在朋友的基础，所以呢，耶稣对我们说，不再把我们当仆人。把我们当朋友，因为已经把从父那里所说的一切都告诉我们。意思说，朋友是可以分享这些秘密的。神是这么的爱我们，耶稣陪我们出死入生。那牧师曾经也有一次在这样的经历里面，我2004年去到以色列，那在某一天的早上。然后早晨起来灵修，我在那个饭店的阳台上面在灵修，然后灵修，突然一个意念感动就进来，他就说呢，那个意念就说我带你来看我成长的家乡，哇，我整个就开始哭到不行，因为这是什么？我马上就浮现了那一句话，我不再称你为仆人，而是称你为朋友，因为那个意念说我带你来看我的家乡，表示什么？耶稣称我是他的朋友，只有怎么样，好朋友才会说，我们在不同环境成长，但是有一天怎样，我带你去我家看看我的成长的地方，我小时候在这边玩，哪里好吃的，或什么，这是我念的国小，我念的幼稚园，这是什么？这是非常亲密的好朋友，或者是我们当中有的是夫妻伴侣，对不对？你才会去做这种事情。对，那天我就一直流泪，哇，主啊，我在那一次也是我整个人跟神的关系有个很大的突破，而且很奇妙，从那一次回来之后，我每次的祷告，我可以去领受一些异象跟启示了，就像刚刚的经文说，我怎样？我就把我父那里所听见的来告诉你，我不会向你隐瞒。神的话语是真实的，
只要我们愿意能够花心思投入在这个关系的里面，神就按他的话语来这样子对待你，就按这样的话语来对待你。好，那有一个绘本啊，它就形容人生好像坐公车啊，那它里面有很多的描绘那有的人上这个到站了上车，有的人下车车上呢一直熙熙攘攘，人来人往但其实这个好像我们人生也是这样，我们一路这样来。其实有的人会上我们的车，从我们这段时间伴侣，有人会下车。但是不管是你最爱的父母亲、深爱的另外一半，还是你的孩子，他也最多也是只是陪我们一段的一个课语。可是呢，唯有耶稣基督这位好朋友，他可以从头到尾陪伴着我们，使我们永远不孤单。所以主耶稣说：“看哪，我在门外叩门，如果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了。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所以各位朋友、弟兄姐妹，你可不渴望让耶稣真正成为你的良友、最好的朋友？他自己说，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就是主耶稣。所以我们不要拒绝耶稣邀请我们成为他最好的朋友，让我们享受跟他有这么亲密的友谊。我们可以向他敞开我们心里面的秘密或者是忧伤，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心门，也把我们所有的一切试探、一切的心事来告诉他。他不拒绝我们，他全然的倾听，全然的爱我们，而且他会替我们想办法，他会替我们来找出路。所以我们可以担负我们所有一切担负的重担，会来到他的面前。而且他愿意为了你来付上一切的代价。知道我们的弟兄姐妹，这时候我们可以安静我们的心。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还没有接受过耶稣进入到你的心里面，也就是说你还没有真正跟他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关系的人，我可以邀请你，你要做一个祷告。让耶稣真正走进你的生命里面，他是乐意来和你交朋友的。如果这是你需要的祷告，你现在可以把手举起来，让我来为你祷告，让你敞开你的心门，来接受耶稣成为你的生命救主，成为你的朋友。我看到我进当下，我也要为另外一种人祷告。你可能在这个信仰当中，是在寻求，或者是你已经在教会很久的一段时间。可是你的信仰的关系，你跟神的关系，你从来没有去经历到说，真的我可以让他成为我的朋友，甚至我渴望寻求那个更亲密的跟主的连结，甚至他可以向我来启示，我的祷告我的所有一切跟神的交通，是可以这样子像亚伯拉罕跟摩西一样，完全没有距离，我可以摸着他的心。也让我能够得着完全一致的安慰。如果这是你需要的人，你也可以把手举起。我看到了，好，来一起祷告。牧师带你祷告，你跟着我祷告。亲爱的上帝，谢谢你差遣耶稣基督，成为我最好的朋友，因为他为我舍命。使我能够全然得拯救。现在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让耶稣进到我的心中，成为我的救主，成为我的盼望，引领我，扶持我。我也要听从他的话语，来遵行他的旨意。使我们在这样的互动关系里，没有任何的拦阻，也求你帮助我。其实在这个关系里面，是享受的，是满足的。我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来回应这位为我牺牲的朋友。也求你来医治我，
心中所有的孤单、恐惧、空虚，我不再是一个人，我是有最好的朋友与我相伴。谢谢你，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哈利路亚！我们再次将掌声荣耀归给上帝。哈利路亚！好吧，我们最后一样请祭拜团来带领我们唱那个第一首诗歌。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祝福说：恭喜你找到了最好的朋友。恭喜你找到了